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。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，力求客观呈现。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，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。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，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。逐玉临近收官，却让赵丽颖、楚乔口碑逆袭，打戏没对比就没伤害。谁能想到有朝一日，大家能看到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，接连带火几年，甚至是10几年前的剧。逐玉就做到了，他在这边如火如荼的播着，赵丽颖的楚乔反倒是跟着大火了一把。尤其是他在里边的演技，真是实打实的告诉了大家什么叫做油头粉面就别过来演女将军。01整部电视剧的权谋线全部崩盘。最近的逐玉又上了一次热搜，不过这次倒不是因为剧情，也不是因为演员，而是因为他走了庆余年的老路。想当初大家那么喜欢看庆余年，甚至掰着手指头去算更新频率，结果大家这边还没算完，那边就出了全集资源泄露的事儿。当时那件事儿闹得挺大，大家本来以为这种篓子出一次就可以了，谁成想又出了第二次。逐玉正在一天一集吊大家胃口的时候，突然爆出了全员资源泄露的事儿，后续热度掉了不少。但仔细来看，这部剧的甜宠线肯定是没问题的，男女主的感情从最开始的血的相救，到最后的成长和双强都没问题。牛牛和小田的互动也挺自然，没有大家讨厌的工业糖精，两个人的颜值也能对得上。杀猪女这个人设也比较新颖，就算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爆，知名度和口碑这一块也算是行了。谈恋爱这方面是没问题了，可权谋线却塌得一塌糊涂，不少人甚至都没弄明白权谋这条线讲的是什么。创作这方面的锅可以让编剧来背，但牛牛身上的争议却不小。最开始大家都在喊甜，可现在全网都在质疑，这人到底会不会演武将？牛牛的长相和身高都是很能打的，尤其是在这种古装剧里，男主的身高要是不够，气场瞬间从2.8米滑到了1.5米。可牛牛身高都快到190了，直接占了天然的优势。前期的病弱读书人的妆造也没什么问题，可问题就折在了后期的武安侯上。他窃到武安侯这个大号之后，气场和传统意义上的武将根本对不上，说白了就是缺乏将军的质感。这部剧开播之前，他就被人说过，根本不像是杀伐果断的将军，甚至都比不上身后的谢武。开播之后更是如此，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最后跟齐民、魏延的那场仗，前期打成什么样完全不管，后期镜头一给，脸上干干净净的。虽然大家看古偶剧是甜宠为主，但这种将军形象难免被人斥责油头粉面，就连小田饰演的女主看着都要更靠谱一些。02说到底，牛牛还是生不逢时。牛牛这次好不容易在逐玉里出了一次圈，外形、CP、人设等各个方面几乎都没人来抢。可他这次捧红的照样还是别人。开播之前，他身后的谢武脸色漆黑，神情严肃，一身杀伐果断，看着更像是真的将军。开播之后，他的雉鸡翎妆造再加上面如关羽的妆造，让不少人质疑他是不是顶着2根须须，引来不少网友疯狂下场科普，说雉鸡翎是古代的吕布牌，有美猴王都戴过，战功跟武力值要是不够，还没这待遇呢。可科普归科普，质疑声确实一点都没下去过，火了的照样还是别人。眼看着他窃回大号之后，武将打戏等情节比前期的柔弱书生要更多，可他的打戏没火，反倒是把何润东往热搜上送了一次。现在上网一搜，只要涉及到逐玉武安后打戏，大多都是何润东当年演的项羽，穿着厚重的战甲，骑着马冲杀的画面。不少网友都感叹，要看武将还得看当年的剧，因为何润东那个造型往马上一坐，他看着比马都要壮一些。他在剧里的刚猛才是电视剧的将军天花板，拿过来跟牛牛在古偶的扮相一比，
后者瞬间就变得有些惨不忍睹了。虽然牛牛这次演的是古偶，人设也是要贴合小说，演技、扮相、妆造等各个方面照比之前也有不少进步，大家不至于强行拉踩和尬黑，但整体比起来，牛牛还是挺有进步空间的。03赵丽颖手撕油头粉面，不过这里边怎么还有赵丽颖的事儿？这个还是的从牛牛的部分粉丝公开拉踩赵丽颖开始说，这部分粉丝可能有些激进了，竟然直接说赵丽颖是过气互咖，甚至还说了不少难听的话。再加上牛牛武将扮相的打戏远比不上前期柔弱书生更吸引人，不少路人跟粉丝就把赵丽颖的楚乔传给翻出来了。赵丽颖的身形虽然也瘦弱，但她的楚乔特别给力，在剧里也是实打实的在沙漠里连滚带爬，硬是让外界对她改观了。她在楚乔传里打戏相关的爆发力和演技真的非常不错，更是让不少网友意识到了，哪怕是古偶也能逃脱除了恋爱其他都拉胯的怪圈。这次赵丽颖的楚乔被翻出来之后，也是给不少内娱油头粉面的演员提了个醒儿。想当初周也跟宋轶这两位女明星演的女将军真是让人不忍直视，被不少人骂披着大女主外皮演娇气。那时候还有很多人说她俩身形很瘦弱，肌肉线条也没有力量感，根本演不了女将军。可这条路并不是没人走过，赵丽颖不管是个头还是身形，跟传统意义上的女将军也对不上。可她在镜头前那么一演，不管是骑马打戏，无论是近景远景，不也照样是没人骂吗？赵丽颖这次被翻出来，就是摆明了告诉像锦月如歌一类的古偶演员的外形可以给角色加分，但核心问题并不是出在外形上。不管是前段时间被骂翻了的那两位女将军，还是这次打戏跟妆造被诟病的牛牛，其实犯的都是没把将军的影响塑造好的毛病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那就是古偶可以唯美，演员也可以挑战反差感。但在拍摄的过程中，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，大家都得尊重其中的每一个角色，不能为了甜宠就连基本逻辑都不要了。在这个流量与情绪交织的时代，一部剧的热播往往不仅仅属于他自己。竹玉的收官阶段竟意外唤醒了另一段记忆，那就是楚乔传的再次回潮。而这一次被推上话题中心的并非剧情本身，而是一个角色，一种表演方式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被忽略已久的真实感。当观众在竹玉中逐渐对权谋线失去耐心，对所谓将军气场产生质疑时，记忆却自动回到赵丽颖饰演的楚乔。那是一种很奇妙的对比，一个是镜头里干净精致，几乎不沾尘土的武将，一个是在风沙中翻滚，在泥的中挣扎的战士。没有刻意拉踩，却高下立现。说到底，观众并不是苛刻，而是太久没有看到像样的将军了。很多人习惯用外形去定义角色，高大、冷峻、浓眉、盔甲加身。但赵丽颖当年的楚乔恰恰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。她的身形并不魁梧，甚至可以说是纤细的，但当她奔跑在荒漠之中，挥刀迎敌的那一刻，观众看到的不是她像不像将军，而是她就是那个活下来的人。这种说服力从来不是妆造给的，而是演员愿意付出多少的问题。你会发现她的打戏没有那种刻意的美，摔倒是真的摔，狼狈是真的狼狈，甚至连呼吸都带着一种急促的粗粝感。那种状态是观众可以感知到的，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经历过的。反观当下不少古偶剧，对将军的理解似乎逐渐滑向一种表层的符号，盔甲要华丽，发型要精致，脸必须干净，哪怕刚打完仗，也要保持可以截图当壁纸的状态。于是，将军不再是角色，而变成了一种造型。这也正是为什么竹玉播到后期，当男主切换到武将身份时，观众的违和感会如此强烈。并不是演员没有努力，而是整个呈现逻辑偏离了角色本身。
当镜头不愿意让角色变脏，当剧情不愿意让人物受苦，那么所谓的战场也只不过是一个背景板。而赵丽颖当年的楚乔恰恰相反，她的表演有一种很罕见的重量感，这种重量不是来自台词，也不是来自剧情，而是来自身体本身。她在用肢体告诉观众，这个人是在生死边缘活下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，当观众再次看到类似角色时，依然会第一时间想到他。某种意义上说，逐玉的热播更像是一面镜子，它让观众重新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打动人的东西。甜宠可以有，颜值可以高，但如果角色失去了相信度，那么一切都会变得轻飘。而赵丽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始终在对抗这种轻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赋型演员，却有一种极其稳定的执行力。她会为了角色去调整状态，会让自己进入那个世界，而不是让角色来迎合自己。这种选择在当下的环境里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那意味着你要放弃一部分好看，去换取一种更真实的表达。很多人说赵丽颖这次是被翻红的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必然。当行业不断生产看起来很像的角色时，观众终究会回头去寻找那些真正存在过的人物。楚乔就是这样一个存在，他不完美，甚至有些粗粝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他才真实。也正因为真实，他才有力量。而这种力量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，相反，它会在某个时刻被再次唤醒，就像今天这样。所以，与其说逐玉带火了楚乔，不如说是观众在对比中重新找回了对表演最基本的期待，那就是请你认真对待你的角色。而在这一点上，赵丽颖早就给出了答案。赵丽颖赤焰之瞳开播，别被假消息误导，真正的好剧值得等。家人们，最近刷短视频是不是被一条消息刷屏了？全网都在传赵丽颖主演的古装大剧《赤焰之瞳》突然开播了，说什么造型惊艳，剧情带感，瞬间霸占热搜，不少粉丝激动的连夜蹲守追剧。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，配上各种惊艳剪辑，让人差点就信了。但今天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水，经过多方核实，这完全是一条网传假消息。赵丽颖工作室和各大影视平台根本没有发布任何相关官宣，所谓开播要么是蹭热度的标题党，要么就是把赵丽颖过往的古装造型、其他剧集的片段剪在一起，再配个新名字忽悠人。很多粉丝白空欢喜一场，这种被假消息忽悠的感觉实在太糟心了。为什么赵丽颖一有古装新剧的风吹草动，就能瞬间引爆全网？这还得从她的古装女王地位说起。从《陆贞传奇》里聪慧逆袭的女官，到《知否》中隐忍智慧的盛明兰，再到《与凤行》里霸气的沈黎，赵丽颖的每一个古装角色都深入人心，她几乎成了古装剧收视保障的代名词。正是这份深厚的观众基础和超高的期待值，让任何带有她名字的古装剧传闻都具备了病毒式传播的潜力。赤焰之瞳这个剧名听起来就很带感，再配上突然开播未官宣就爆火的标签，自然能轻易点燃粉丝的热情，也让一些营销号看到了蹭流量的机会。那么，真实的赵丽颖在2026年3月到底在忙什么？事实上，她的行程清晰而明确。3月18日晚19点，赵丽颖以品牌代言人身份亮相了某洗发水品牌的天猫官方直播间。这是她2026年第一次公开线上活动，直播间人气火爆，挤进来8万多人，甚至导致服务器一度卡顿。直播中，她换了齐刘海配齐肩短发的新发型，身穿白色连衣裙，状态看起来柔和松弛。不过，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主持人开玩笑说有粉丝要来现场，赵丽颖瞬间瞪大眼睛，肩膀收紧，脱口而出"你别吓我呀"，随后又小声补了句"不要嘛"。
这个出于内向害羞本能的反应，后来被部分人断章取义，截取出来单独传播，甚至配上了赵丽颖当众嫌弃粉丝耍大牌的文字。第二天，主持人专门发微博澄清，解释赵丽颖本就是内向害羞的人，最怕突如其来的惊喜，那个反应只是腼腆本能，绝非对粉丝不满。抛开直播的小风波，赵丽颖在影视方面的重心显然不在虚无缥缈的赤焰之瞳上。她主演的现实主义年代剧《小城大事》原名《造成者》，已于2026年1月10日在央视8套黄金档首播。这部剧聚焦80年代平川县贪图造成的改革历程。赵丽颖在剧中饰演基层干部李秋平，一改往日形象，以利落的齐耳短发、素颜甚至有些黝黑的皮肤，以及朴素的工装造型亮相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赤脚踩泥的镜头拍了很久，全程几乎不化妆。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该剧首集实时收视率达到3200%，市占率14400%。在腾讯视频站内，其热度值在首播当晚突破23000，到1月18日突破了27000。剧中她淋雨护水泥、暴雨中奔走的场景，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、踏实肯干的基层干部形象，也让我体制内的姐这个称呼在网络上火了起来。除了小城大事，赵丽颖还有其他的作品规划。由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《开盘》正在筹备中，赵丽颖将在其中饰演房地产行业精英。此外，她还在电影《酱园弄》中饰演了民国离异名流西林一角。网络上也有传闻称，她可能友情客串了古装仙侠剧《逍遥》，饰演反派岁梦仙君，但戏份不多，总计约3分钟。这些才是她实际投入精力的项目，与赤焰之瞳毫无关联。事实上，关于赵丽颖的虚假传闻远不止赤焰之瞳这一桩。2025年9月，她与前夫冯绍峰因共同送儿子上学被拍，一张正常的育儿同框照被编造出了破镜重圆、秘密复婚已怀2胎的连续剧，谣言整整传了7个月。直到2026年1月，两人再次因孩子校园活动同框，全程零交流，活动结束各自离开的画面，才让持续半年的复婚传闻彻底熄火。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谣言，赵丽颖工作室采取了法律手段维权。公开信息显示，2025年11月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某公司登报道歉并赔偿20万元。2026年2月，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另一公司停止侵权、道歉并赔偿3万元。这种开局一张图，内容全靠编的乱象，消耗的是粉丝的真情实感和公众的注意力。当大家满怀期待地去搜索一部根本不存在的剧集时，最终收获的只有失望。而对于赵丽颖这样专注作品的演员而言，频繁的虚假传闻更是一种无端的干扰。她曾在2025年5月连发3条微博，针对离谱的绯闻传言和平台热搜操控直接开骂，用词激烈。虽然3条微博后来都被删除，但那次破防和直播里被玩笑吓到的慌乱，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同一种东西：一个不擅长在镜头之外背台词，希望保有真实反应空间的演员所面临的审视与压力。所以，当我们下次再刷到赵丽颖主演 XX 剧突然定档惊天阵容、未播先火这类极具煽动性的标题时，或许应该先停一停，让手指在点赞转发前犹豫1秒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查验官方信源，赵丽颖工作室的官方微博有没有发布消息？各大视频平台的剧集页面上有没有这部作品？豆瓣的条目是否创建并由官方认领？如果这些都没有，那么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就非常值得怀疑。追星追剧的快乐不应该建立在海市蜃楼上。赵丽颖本人也通过工作室多次声明，她挑选剧本向来精益求精，只会带来真正有质感的作品。对于喜欢她的观众来说，与其被各种假瓜带着节奏东奔西跑，不如将目光锁定在她已经官宣并播出的小城大事上，
或者静静等待下一个真正由官方发布的项目消息。毕竟，真正的好剧从来都值得一份清醒的期待和耐心的守候。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的娱乐圈有什么魔幻现实，那一定绕不开围绕着赵丽颖的这一出假剧风波。一部从未官宣，甚至不存在明确制作信息的《赤焰之瞳》，竟然可以在短视频平台被包装成突然开播、全网爆火的爆款剧。这种现象本身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观众情绪的高涨，也照出了一个演员真正的号召力。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刷到所谓《赤焰之瞳》的开播片段时，哪怕心里隐约觉得不对劲，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熟悉的古装造型，利落的打戏剪辑，再配上带点宿命感的 BGM， 那种属于赵丽颖古装角色的独特气质，几乎是瞬间就把人拉进情绪里。这种明知可能是拼接，却依然上头的观看体验，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：她的影像技艺早已深植观众心中。从《陆贞传奇》里的陆贞，到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》瘦里的盛明兰，再到《与凤行》中气场全开的沈黎，赵丽颖的古装角色从来不是简单的美，而是一种带着成长轨迹的人物成立感。她可以柔，可以刚，可以隐忍，也可以爆发。观众对她的期待，从来不只是造型好不好看，而是这个角色她又会怎么演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赤焰之瞳这种听起来就充满想象空间的剧名，一旦和它绑定，几乎天然具备爆款潜质。这不是营销的胜利，而是演员长期积累的观众信任在发酵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次的假消息之所以能传播得如此迅猛，并不是因为它多高明，而是因为大家太想看赵丽颖的新古装剧了。但冷静下来再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值得玩味的对比：当假古装剧在热搜上狂飙时，真正已经上线并且踏踏实实讲故事的作品，却在另一条轨道上稳稳前行。比如他主演的《小城大事》，就完全是另一种气质。这部剧没有华丽服饰，没有滤镜加持，甚至连明星感都被刻意削弱。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，皮肤略显粗糙，发型干练简单，整个人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真实。她在泥的里赤脚行走，在暴雨中奔跑护水泥的那些场景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让人看得很沉。这种转变其实挺有意思的。一个被观众称为古装女王的演员，并没有停留在最舒适的赛道，而是主动走向更贴近现实、更需要生活质感的角色。这种选择本身就带着一点逆流而上的意味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是简单的换个类型试试，而是真的在角色里做减法。你几乎看不到表演痕迹，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流的自然反应。那种状态很容易让人忘记这是赵丽颖，而是直接相信这就是李秋平。再回头看这次直播的小插曲，其实也挺耐人寻味。他在镜头前被一句玩笑吓到，下意识的紧张躲闪，那一刻的反应甚至有点笨拙。但正是这种不完美，反而让人觉得真实。他不是那种随时准备好标准答案的艺人，而是一个在公众视线中仍然保留本能反应的人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在面对谣言时偶尔情绪外露。无论是曾经那几条带着火气的回应，还是这次被误读的瞬间反应，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核心：他并不擅长，也不愿意把所有情绪都包装成精致的公关话术。而在如今这个信息被不断切割、拼接、再传播的时代，这种不擅长表演镜头之外的真实，反而显得有点稀缺。当然，关于他的各种传闻，无论是所谓的复婚二胎，还是这次的新剧开播，本质上都是同一类内容，利用公众的关注度，制造情绪波动。他们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耗的是观众的信任感。所以这次赤焰之瞳的乌龙，反倒像一次小小的提醒。它让人重新意识到，真正值得期待的，从来不是那些未经验证的爆料，而是那些已经被认真打磨、
正在被认真呈现的作品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她的节奏其实一直很清晰，不急着讨好市场，也不盲目迎合流量，而是一步一步把角色演实，把作品做稳。从古装到现实题材，再到电影领域的尝试，这条路走得不算轻松，但很扎实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也许最好的选择不是被各种未播先火的噱头牵着走，而是学会分辨，学会等待。因为当一个演员已经用多年作品建立起信任时，他真正带来的从来不会是昙花一现的热度，而是可以反复回看的价值。说到底，假的赤焰之瞳或许会消失在时间里，但那个一次次用角色说话的赵丽颖会一直在。真正的好剧也一定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刻，带着它应有的分量出现。届时，我们再认真坐下来，好好看一看就够了。离婚5年，赵丽颖成90花标杆，冯绍峰现状唏嘘。提起赵丽颖，如今几乎没有人还会仅仅记得她是那个圆脸甜美的小谷。38岁的她带着新剧《与凤行》霸气回归荧屏，用震撼人心的演技和自带的女王气场，稳稳地坐实了90花标杆的位置。然而，谁能想到，仅仅5年前，她还是那个在婚姻中被舆论贴上门不当户不对标签的农村姑娘。从跑龙套的小透明到顶流女星，再到离婚后的涅槃重生，赵丽颖的人生仿佛一本爽文小说，每一步都踩在逆袭的节点上。她的底气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。出生在河北农村的她，没有显赫背景，也没有资源扶持。19岁参加选秀出道，前7年在剧组里演的只是丫鬟、路人甲这样的边缘角色。冬日里，她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泡一整天；夏日里，她穿着厚重的戏服中暑，却咬紧牙关坚持，只为了能够说出一句完整的台词。直到《陆贞传奇》爆红，她才真正摆脱小透明的身份，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。圆脸演不了主角，农村出身不懂时尚，甚至连说话都被讥笑土气。这些质疑并没有将他击倒，反而成为了他前进的燃料。他将自己深深扎入剧组，用花千骨楚乔传一步又一步的爆款剧证明实力，硬生生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。2018年，他突然官宣与冯绍峰结婚，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。一个是草根逆袭的励志女星，一个是家境优渥的豪门公子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便被贴上门不当户不对的标签，外界的不看好声浪从未停歇。婚后的赵丽颖一边拍戏一边兼顾家庭，还生下了儿子。然而，这段看似圆满的婚姻仅维持了2年便宣告结束。离婚消息一出，舆论瞬间炸锅。有人说她攀附豪门失败，有人指责她太强势，不懂妥协。但赵丽颖没有任何解释，她转身便全力投入工作，用《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》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，完成了从流量女星到实力派演员的华丽转型。离婚5年后的赵丽颖，人生仿佛开了挂。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签下新人，身兼制片人，事业版图越做越大。新剧《与凤行》中，她饰演的沈黎美的惊艳，飒的洒脱，开播即夺下收视冠军，话题度持续居高不下。她不再是那个需要靠角色证明自己的演员，而是变成了能够扛起整部剧，甚至造星的行业标杆。反观前夫冯绍峰，境况却让人唏嘘。离婚后，他拍戏的频率明显下降，偶尔有作品问世，也未能掀起太大波澜。他不再频繁出现在热搜榜上，反而将更多时间留给家庭。去年春节档，他凭借《飞驰人生2》拿下票房冠军，本以为能借此翻红，可热度很快消散。如今的他更像一个低调的普通演员，专注拍戏，陪伴孩子，生活平静而安稳。有人说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输的并非感情，而是三观。一个是永远在往前冲的拼命三娘，一个是看重安稳生活的佛系公子。
再加上双方家庭背景的差距，以及性格中强势与柔弱的反差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。但离婚对他们而言，也许正是最好的选择。赵丽颖彻底摆脱婚姻束缚，活成了自己的女王。冯绍峰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，回归平静。如今回望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，没有输赢之分，只有各自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在当下的内娱语境里，再去回看赵丽颖这一路走来的轨迹，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近乎见证时代的情绪。她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爆红与成功，而是一种带着钝感力、耐力与倔强的长线生长。尤其是在经历婚姻与离婚这道分水岭之后，她反而完成了一次更具说服力的自我证明，不是为了回应谁，而是用作品把所有标签一一卸下。很多观众第一次记住她，或许还是停留在陆贞传奇的灵气与倔强，但真正让她站稳脚跟的是后来的花千骨、楚乔传。这些角色不只是爆款符号，更像是一层层铠甲，帮她在质疑声中站住。有人说她不够精致，不够典型女主脸，可她偏偏用一部又一部作品，让观众忘记标准，记住角色本身。这种能力其实比所谓的流量更难得。而当她选择与冯绍峰步入婚姻时，外界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的唱衰。那种来自出身、阶层乃至性格的对比被无限放大，仿佛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结果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赵丽颖从来没有试图去解释什么。她的沉默不是退让，而是一种对自我节奏的笃定。离婚之后，这种节奏感反而更加清晰。她没有沉浸在情绪叙事里，也没有借话题博取同情，而是直接把重心重新放回表演本身。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接连出现时，你会明显感觉到她在主动拉开与流量标签的距离。这不是转型的口号，而是一种非常踏实的落地，角色更复杂，表达更克制，甚至连情绪的爆发点都更加精准。直到与凤行的出现，这种积累终于迎来一次集中释放。她饰演的沈黎不再是单一意义上的强，而是一种兼具锋芒与松弛的存在。她可以冷，也可以热，可以孤独，也可以温柔。这种层次感让角色真正活了起来，而观众也逐渐意识到，赵丽颖已经不只是适合某类角色，而是具备了驾驭不同类型的能力。更关键的是，她的变化不仅停留在演员层面。当她开始涉足幕后，成立工作室，培养新人时，其实是在完成一种身份的跃迁，从被选择的人变成可以参与选择的人。这种转变在当下行业环境中尤为重要。她不再只是作品中的主角，也逐渐成为行业结构中的一部分。反观冯绍峰，他的状态则呈现出另一种路径，没有大起大落，也没有刻意的翻红叙事，更多是一种趋于生活本身的回归。他依旧在拍戏，也依旧在表演，只是节奏慢了下来，曝光减少了。这样的选择很难简单用好或坏去评判，但它确实说明两个人在价值排序上本就存在差异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段婚姻的结束反而显得不那么悲情。它更像是两条原本短暂交汇的轨道，在完成某个阶段之后，重新各自延伸。赵丽颖继续向外拓展边界，不断突破；冯绍峰则向内收拢，回归稳定与日常。没有谁输，只是方向不同。所以，当我们再去看90花标杆这个说法时，会发现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流量或成绩本身。赵丽颖之所以被反复提及，并不是因为她一直赢，而是因为她在关键节点上从未退场。她可以慢，但不会停；可以被质疑，但一定会回应，而回应的方式永远是作品。这大概也是她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不喧哗，不解释，却一步一步把人生走成了自己的版本。乐华要给王一博1250万股份，他增1年贡献公司60%营收。
2026年3月26日，乐华娱乐正式宣布计划向王一博授予公司约 1.51% 的股份作为奖励。此举旨在通过长期股权绑定挽留这位贡献公司超 60% 营收的核心艺人，但舆论普遍解读为王一博合约到期不续约的明确信号。乐华娱乐董事会提议授予王一博1250万股受限制股份，单位占公司总股本约 1.51%， 按当前股价 1.96 港元计算，价值约2450万港元。该计划需经股东大会批准生效，王一博需以每股 0.01 港元的价格购买股份，分4年归属每年 25%， 并设严格回收机制。若王一博提前解约，违反艺人合同或涉及法律问题，未归属股份将自动失效。公告强调，此举是为认可王一博对业务的卓越贡献，列举其过去3年年均30家代言，覆盖汽车、奢侈品等高端领域。他参与《追风者》《探索心境》等影视项目带来的商业价值，并趁其不可替代性支撑公司长期发展。董事会认为，股权绑定带来的稳定性远超对股东的股份摊薄影响。目前，王一博手握香奈儿、奥迪、安踏等22个顶级代言，其中7个为全球或亚洲最高头衔，连续7年登顶内娱商业价值榜。他主演电影《热烈》带动街舞产业热度，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创腾讯视频年度收视纪录，巴黎时装周成唯一上榜中国艺人。2025年影视空窗期，王一博仍通过赛车赛事、春晚等个人 IP 维持公众影响力。不知道王一博和乐华娱乐是否会续约，一切拭目以待。在看到王一博即将获得乐华娱乐约 1.51% 股份的消息时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资本操作，而是这大概是当下内娱少见的一种用成绩换话语权的真实写照。说实话，这几年关于顶流艺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听过太多版本，捧与被捧，控制与反控制，绑定与解绑。但放在王一博身上，这个逻辑似乎一直不太成立。他从来不是那种靠曝光堆起来的流量型艺人，而更像一个在不同领域里持续兑现价值的人。一组数据其实已经说明很多问题。过去几年，他为公司贡献了超过 60% 的营收。这不是简单的带货能力强，而是一种跨领域、长周期的商业稳定输出。从奢侈品到汽车，从运动品牌到高端合作，他的代言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：品牌信任的不是热度，而是他身上那种可持续的确定性。很多人会好奇，这种确定性从哪里来？我更愿意把答案放回到他的职业轨迹里去看。《追风者》里的魏若来，让观众真正看到了王一博在角色塑造上的沉稳与克制。那不是一眼惊艳的表演，而是一种越看越有层次的表达，情绪不外放，但人物是活的。这样的角色会留下长尾价值，而不是播完即散。再到热烈，他把街舞从一个相对圈层化的文化推到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。这种影响力其实已经超出了演员本身的范畴，更接近一种文化传播者的角色。而探索心境则是另一种维度的尝试。当大多数艺人还在综艺里维持曝光时，他选择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完成一次自我表达的升级。这种选择不一定最安全，但一定最有个人意志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2025年他几乎没有影视作品上线时，外界一度以为这是空窗期。但现实却恰恰相反，赛车、春晚、时装周，每一个节点都在强化他的个人 IP， 而不是削弱。这种路径其实很少见。很多艺人的成长曲线是依赖作品密集堆叠，而王一博更像是在不断拓宽自己的坐标轴，影视、商业、体育、时尚，每一个维度都在同步推进。于是，当某一个领域暂时沉寂时，整体影响力依然稳固。回到这次股权激励，本质上是一种长期绑定。4年归属期，严格回收机制，
这些条款本身就说明，公司希望的不是短期收益，而是未来的持续贡献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舆论却普遍把它解读为可能不续约的信号。这其实也不难理解，因为当一个艺人拥有足够强的个人能力和市场价值时，选择权自然会更多。股份可以是激励，也可以是一种谈判筹码。但无论最终是否续约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王一博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体系成长的新人，而是一个可以与体系对话的人。这背后最关键的不是流量，而是不可替代性。公告里提到这个词其实很精准，因为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曝光度，而是那种别人无法复制的组合能力。王一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，他既能在作品中保持克制，又能在商业中保持稳定，还能在兴趣领域做到专业。这种多维度的统一，让他看起来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艺人，更像一个不断自我迭代的个体。当然，这条路也并不轻松。跨界意味着更高的要求，也意味着更容易被放大审视。但从目前来看，他似乎一直在用结果回应质疑，而不是用话语解释自己。所以，当我们讨论这1250万股时，或许不必只盯着数字本身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它象征着一种行业趋势：艺人与公司之间不再只是简单的雇佣关系，而是逐渐向价值共建转变。至于未来他是否会继续留在乐华，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因为无论选择如何，王一博都已经走到了一种更主动的位置。他可以继续合作，也可以开启新的阶段，但无论哪条路，核心始终不会变，那就是他依然会用作品、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这或许才是最值得期待的部分。王一博又破圈了，一边当赛车手一边走秀场，这才是顶流该有的样子。2026年3月15日，王一博的热度就没断过，一边在赛道上飙车，一边在时尚圈刷屏，就连商业合作都玩出了新花样。这位85号职业赛车手加时尚标杆的多重身份，让全网见识了什么叫全能破界者。4月的上海国际赛车场，王一博将以85号赛车手身份出战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。普通门票提前45天就被抢空，3万多张票一售而空。他的新赛车服也格外吸睛，薄荷绿基底配攀岩点元素，既有设计感又专业，身上还配了意大利 A 级气囊防护装备和美国品牌专业头盔。赛场的热血还没散，巴黎时装周的高光又来了。作为 LOEWE、Lacoste、Chanel 三大奢侈品品牌的全球代言人，他单届时装周横跨3大奢侈品集团秀场，成为全球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艺人。入选巴黎时装周名人声量榜全球第11位，是榜单里唯一的中国明星。香奈儿驼色皱缝大衣造型被外媒给了满分评价，全程用流利英文跟品牌高管、国际明星交流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艺人的时尚表现力。商业合作上，他更是打破了娱乐圈传统，主动为红牛、Undefeated、海利汉森3大国际品牌定制专属头衔，分别任命为首席能量官、官方潮流官、联合共创官，搭建起85 Racing 商业生态链。这种反向授予品牌头衔的操作，直接重构了艺人与品牌的合作逻辑。网友直呼这才是顶流该有的商业话语权。高光背后也有不和谐的声音。最近网上冒出王一博浏览 CP 粉动态的恶意话题，想解读他的日常行为。大象新闻等权威媒体第一时间介入核实，证实是不实信息。工作室迅速发声，强调他始终专注于赛车、时尚、影视等事业发展。一场风波在事实面前迅速平息。其实王一博能在多个领域做到顶尖，靠的是日复一日的专业深耕。赛车方面，从2019年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D 组冠军，
到2020 年 NGT 短程系列赛珠海站 GT Song 组冠军，再到组建个人车队征战 China GT， 每一次都用实力打破艺人玩票的质疑。影视方面，陈情令让他跃升顶流，追风者创下央视收视峰值 2.664%， 热烈无名也拿下金鸡奖提名。和 Discovery 合作的纪录片探索心境拿了美国泰利奖金奖，带动攀岩装备销量增长 47%。春晚街舞闪耀动起来火遍全网，从幼儿园到红领巾少年都在翻跳。社会责任他也没落下，作为野生救援公益大使，拍穿山甲保护纪录片《寻护者》，带动超100万人签署保护承诺。巴黎奥运火炬传递时俯身拾国旗的举动被新华社点赞，还演唱了15运会会歌，气势如虹，抗战胜利85周年主题曲共鸣此刻等30余首正能量歌曲。业内专家说，王一博的成功核心在于跳出了流量依赖的怪圈，用专业实力筑牢根基，用商业创新掌握主动权。从职业赛车手到时尚标杆，从顶流艺人到商业创新者，他用实力打破了行业偏见，用热爱守住了初心。在当下这个更新换代极快的娱乐环境里，能够持续破圈的艺人并不多，而王一博显然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。他的特别不在于热搜频率有多高，而在于他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带着一种跨界升级的意味，不是简单的曝光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力拓展与边界重塑。这一次，从赛道到秀场，再到商业话语权的重构，他几乎用一连串高密度的表现，把顶流2个字重新定义了一遍。先说赛车，很多人对艺人跨界体育的第一反应是玩票，但王一博显然不在这个范畴里。从早年拿下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，到后来在 GT 赛事中持续取得成绩，他的赛车履历已经足够硬糊。而即将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出战 China GT 的85号车手身份，更像是一种宣告，他不再是艺人参与赛车，而是职业赛车手王一博。门票提前售罄，3万张一抢而空，这不仅是粉丝效应，更是大众对赛事本身关注度的提升。他的存在让原本小众的赛车文化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入口，而这种带动效应恰恰是一个公众人物真正的价值所在。再把视角拉回时尚领域，巴黎时装周向来是全球明星角逐影响力的舞台，而王一博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。他同时以 LOEWE、Lacoste 和 Chanel 3大品牌全球代言人的身份亮相，横跨不同奢侈品集团，这本身就已经打破了行业惯例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不仅在场，而且有表达，从造型完成度到现场交流能力，再到外媒评价，都展现出一种从容且稳定的国际化状态。很多人忽略了一点，真正的时尚影响力从来不是穿什么，而是你是否能让服装成为表达自我的语言。王一博这次的驼色皱缝大衣造型之所以被外媒打出高分，本质上不是造型多惊艳，而是他把那种克制、冷静又带点锋芒的气质穿出来了。这种气质与他在赛道上的专注形成了奇妙的呼应。一个在高速与危险中保持极致专注的人，走进时尚场域，反而更容易拥有辨识度。如果说赛车和时尚是外在领域的突破，那商业合作的变化，则是他对行业规则的一次内在改写。传统的艺人与品牌合作，多是品牌主导，而这一次，他与 Red Bull、Undefeated、Helly Hansen 的合作，却呈现出一种反向逻辑，由艺人主动定义角色与合作方式。首席能量官、官方潮流官、联合共创官，这些头衔不仅是名称创新，更是关系结构的变化。简单说，他不再只是被选择的人，而是参与制定规则的人。这种变化其实很值得玩味，因为它背后意味着，当一个艺人的专业能力与个人品牌足够稳固时，他可以从流量提供者升级为价值共创者。而这一步
是很多所谓顶流始终没有跨过去的门槛。当然，高光之下从来不缺杂音。关于浏览 CP 粉动态的不实话题，看似来势汹汹，但很快就在权威媒体的核实下消散。这类事件其实早已成为当下舆论环境的一部分，越是处在高位的人，越容易被放大解读。王一博团队的快速回应，与其说是危机公关，不如说是一种常态化的自我保护。真正有意思的是，对比这些短暂的噪音，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对它的核心路径产生影响，因为它的重心从一开始就不在话题，而在能力。回看它的整体发展轨迹，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，用长期投入对抗短期热度。从《陈情岭》的爆红，到《追风者》的收视表现，再到电影无名热烈的持续积累，它在影视领域走的是稳扎稳打的路线。而纪录片探索心境获得国际奖项，更说明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传统影视框架中。这种选择其实并不讨巧，甚至在某些阶段会显得不够热闹。但正是这种不急于求成的节奏，让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更有分量。再往深一点看，他的多重身份其实并不是简单叠加，而是一种相互支撑的结构。赛车带来专注力与意志力，时尚强化表达与审美，影视提供情感与叙事，而商业与公益则构成社会价值的延伸。当这些维度同时存在时，一个人就不再只是明星，而更接近一个完整的公众人物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破戒者来形容他。说到底，所谓顶流该有的样子，从来不是流量数字有多夸张，而是在不同领域里是否都能拿出经得起推敲的成果。在面对争议时，是否有稳定的节奏？在拥有资源后，是否还能持续创造新的价值？王一博现在所呈现出的状态，更像是一种进阶版本的答案。他不再依赖单一标签，而是在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，不再只是被市场推动，而是开始反过来影响市场。这样的成长路径也许并不喧哗，但足够有力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这种有内容的上升，远比一时的热闹更值得被记住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